做自由的模型，听 C 高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大班再版的 MB 样式红一端星星币。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是在298元，相对于去年出版的星星币的300多的价格，稍微的能便宜上那么一些。这款模型的板件一共是有45块，也相当于一个小 PG 高达的量了。虽然有GE文字炮上面的大板件，不过也不算太多。整体最后的工作量确实是比较大的，从之前的开头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一次的板件质量还真的说得过去。经过2天的拼装，最后的手感我个人认为算是大班的一个中等水准吧。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可能是我拼多了拼习惯了，又或者说有那么几个好的被我抽中了。因为有朋友跟我反馈，也是这款模型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具体情况还需要各位玩家自行的去判断了，毕竟还是不要相信大班的品控。虽然我这台的模型拼装体验还行，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些我认为应该是通病的问题。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台星星币。很多朋友问我说88系列的红一端是不是用的6601的主体，其实并不是。88系列的所有一端都是仿照万代 MB 一端进行翻模的，所以整体的质量肯定是要比6601好上很多。在去年的时候，我已经做过了大班8812大件红一端的评测，当时也是可以看出来红一端的主体还是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的。那么这一款模型的一端主体呢，其实都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那么简单来看一下各个部分的素质表现。首先来看一下头部主要问题还是天线比较松，这里建议各位直接给它粘死，也是一个通病了。对于这个面相，我个人认为稍微的有一些宽了，没有印象当中红一端那种小一点而且凶狠一点的风格。胸部整体的组合度其实问题并不大，零件之间的衔接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领口的这个红色零件稍微的有一些松，建议各位进行加固。手臂部分的整体可动也都是正常的水平，肩胛上方的白色零件比较松，建议加固。手臂部分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 G40断裂的问题了，这一点就需要各位玩家针对于这个部分削掉一点，这样手臂的活动就不会有任何的干涉了。手臂两侧的红色小零件也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用胶水加固。上方的白色零件也需要加固，我这条手臂其中的一条已经丢失了。胯部没什么好说的，除了一些基础的可动，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腿部也是红一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部分，相对于 MG 来说可能会比较粗了，但是分色和细节会更多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我这2条腿其中的有一个胯部是比较软的，另一个还比较紧实。我本以为是因为没装 PC 件的缘故，但是在确认了 PC 件已经安装好了之后还是会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了。类似于这种灰色的小零件都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进行一个胶水加固。脚腕的装甲处拼完了还是会有一定的缝隙的，盖上外甲呢可能会好一些。脚腕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这个部分的活动的时候呢，稍微的有一些软，后期装上星星币以后就会能感觉到了。而且这个关节也是比较长的，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整个腿部的可动性也都是正常的水平了，对于一端的摆动吧，肯定是非常的够用了。主体部分还剩下红一端的标准背包，但是因为有了星星币，这个小背包对我来说意义真的不大，所以我就没有拼。剩下的来看一下这一次所提供的通用武器装备，也都是我们最常见的了。红一端的武器，光束步枪、盾牌、光束军刀，这个光束军刀依旧是弯的。再来就是提供了2把太刀、局域文字和虎彻，细节方面还算是比较正常，刀刃的末端也是带有文字的细节刻画。整个刀呢还是可以通过连接件挂载在腿部的。那么主体和基础装备我们就又简单的浏览了一遍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重头戏星星币装备。整个星星币背包呢就是2个大型的手臂，整体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连接件插在红一端主体后面就可以完成挂载。这里也是说一点，88系列的一端和 MG 系列的一端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星星币没有办法插在
边真的是多了一些。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有能力的朋友，还可以去试一试还原一个真实比例的刀刃，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橘翼蚊子炮上面的小武器，主要就是在这几种都是在两头，这边安装了4把武器，都是可以直接拆除下来的，差不多也就是2把弯刀，2个类似于纸虎的武器了，都是需要通过手动展开刀刃的。但是纸虎的零件还比较紧，建议各位用工具去给它展开。2把武器整体的分色，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可以的，采取了4种金色以及红色进行点缀。纸虎还可以通过造型手让红一端主体进行握持，弯刀的话也可以通过卡榫握持在星星臂的手上，或者通过连接件安装在手臂后面，就是这里总感觉有些不太安全。炮上还有一枚盾牌，或者称之为类似于战国一端的鬼头盾牌一样的东西，这个部分的连接和炮身呢还是有点缝隙的。盾牌是一块完整的带有玉涂装的分件，细节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是边缘处稍微的有一些肉了。除了盾牌的零件，上面的牙齿、眼睛、尖刺都是独立分件，最终呈现的这个效果，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在放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尖刺的位置，避免刮缝断裂。盾牌内部呢，还是带有用于握持的握把，可以直接握持在星星臂的手上。最后来看一下橘翼蚊子炮的主体。刚才我们拆除盾牌后露出的内部的炮口，这个也是一个带有玉涂装的独立分件。上方的绿色像蜂巢一样的细节呢，还算是比较清晰，但是这个涂装还是有一些异色或者涂装不到位的情况发生。整个炮身采取大量的金属成金色，所以表面上还是有不少的水纹的，不过整体的最后的质感还是可以的。套木件部分内部都是一块银色的零件，提升整体的亮度。既然这是一个炮，那么一定会有开炮的握把，整个橘翼蚊子上面的所有黑色分件都是可以展开的，内部都是有银色零件进行点缀。握把呢是拿出来了，但是想要独立握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还需要进用辅助支架进行一个辅助支撑，才可以进行完成的搭载。最后还有这一款模型专用的支架地台了，这一次提供的是非常多的，其实也是我们熟识的东西了。同时星星臂和橘翼蚊子还有专用的展示连接件，所以这次就不用怕装备没有地方放了。那么这一款星星臂上面的所有东西我们就差不多都看完了，剩下的时间来进入今天的学员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修学建议了。那么说实话，这一次的修学建议呢，真的是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我还怕有东西，因为大班的品控不一样，所以说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说，针对于这款模型呢，我写了一些我个人感觉会有问题的地方，以及我在拼装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汇总。那么首先还是在头部了，头部问题呢，也就是在这个整个 C1 这个零件部分，我建议各位在里边的卡榫呢稍微的给它削掉一半之后再给它插上去，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再来整个这个部分要插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这个零件稍微的有些紧了，建议各位稍微的扩一下孔，然后在25这个地方呢也稍微的扩一下孔，然后WF6 这个地方也建议各位把内部的卡榫呢给它削掉一点点之后再给它插上去，大不了上点胶水一样可以的。然后最后呢，也就是这一次的天线部分了 ，I20 一定要粘死，然后记得把内部的飞边给它处理一下子。然后整个胸部呢，我在拼装的时候呢是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拼装建议。那么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将整个模型拼到这一步，那么这一步呢是拼完之后呢，我们先不往下进行，我们先把液压杆给它插在上面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部分，两个肩胛的部分呢，给它也是插在这个 PC 件里头。当我们完成了这两步以后，我们再进行下面的所有的步骤，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好的就能安装上去了，不然这个地方安装时候呢有点别手。再来就是像整个这个部分呢，后背安装在胸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我建议各位上点胶水。在录制视频过程中呢，我发现了我的星星臂安装上去以后，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被拉开，所以说建议各位给这里给它粘死。手臂部分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 G40，我们所说的在 G40这个卡扣后面的这个部分呢，给它稍微的歇掉一点，之后呢，让它不与 G15和 G17产生一个干涉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大班的模型拼出来呢是比较紧实的，所以说也不用担心手臂会不举的情况。那么在这里，整个手臂所有的左右合，我都建议各位给它稍微的扩一下，而且这个装位是比较细的，还比较长，所以说呢，需要各位进行一个简单的扩孔以及削装。那么整个手臂后方呢，连带着这一些小嘎楼小嘎楼这个小零件，还有这一个部分的左右合也是需要稍微的扩一下孔的。
那么这些地方其实呢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整个肩甲上面的这些什么灰色了、白色的分件，我都建议各位给它粘死，毕竟胯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前裙甲下方的这个灰色小分件第一和第二都给它粘死就可以了。然后脚部在这里的 Q20、Q6 以及这边的这个 Q15这个左右合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其实需要扩孔的地方主要都是集中在了手臂还有腿部的整体的左右合，像这样的部分以及这样的部分呢这个就是粘上了 M16 这个小白色零件，直接给它粘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不涉及到任何的可动。然后像这样的左右合了，我都建议各位稍微的扩一下，因为大班好像就是在整体的左右合方面这个精度不是特别的好，比较有问题。那么再来呢，这一次所提供的这个 O9 以及 O13、O15 这样的推进器后面的一个细节分件，这个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把内部的卡榫呢给它削掉一个，留一个卡榫用来固定位。腿部方面呢，还有这个 A1 这个小零件也要给它粘死，这个零件真的是太小了，不粘死非常容易。来看说明书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背包为什么下面写了一个水下装备呀？难道异端还分水下型吗？的确是有水下型装备，但是并不是这个背包啊，这感觉挺有意思的。难道这算是大班后续的预告？剩下的就是星星臂方面的问题了。首先就是在这一个 WQ9 这个部分，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削掉一点点，不然不是特别的好插。那么在这里呢 ，W1 以及 WQ20 这个部分在插上去的时候呢，非常容易非常紧，建议各位给它削一下。针对于这后面这个像脊椎一样的结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拆了。建议各位在拼装的时候呢，稍微的注意一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星星臂手臂后方的这个小推进器呢，这个 WC2 建议各位给它粘死，两条手臂都是完全一样的。还有这边呢，这个 WD8 这个里边稍微的给它削掉一点，不然呢很难插进去。然后也需要稍微的，然后这边也是建议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呢，这个底下的这一点呢，也给它扩一下孔，因为这个卡扣稍微的有一些紧，而且这边呢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受力点的，所以说如果说硬摁，容易给它摁断了。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呢，就是左右合的这个 WC4、WC5， 还有外侧的这个 WC9 和 WC9 这几个零件是比较松的，在活动虽然说拼上去还可以，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呢，它是容易掉，建议各位给它粘死就好了。然后像手指这样上方的所有的 WC 里边的零件，这个白色零件全部给它粘死，这个地方真的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剩下的问题呢，就是在指虎上方的这个 WB2 和 WB1 这两个零件建议各位把这个卡榫呢稍微给它削掉一半之后，我们插上去上点胶水就可以了。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些紧了，那么差不多所有的问题真的就已经是没了。这里还有一个 WA19， 也就是在这个炮口这个透明件部分我建议各位把那个卡榫呢给它削掉，我们不通过卡榫，直接通过两侧零件给它夹住就可以了。那么这回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还有这个太刀的这个左右合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紧，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削掉一点，或者说直接拿胶水给它粘死就可以了。然后太刀的这个白色零件左右合以及这个红色零件左右合都是非常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给它削一下。这回我再看一下，不能再断这回就真没了，最后呢剩支架了。那么星星臂所需要修的地方真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其他的部分呢，其实我个人在拼装的过程中呢还好，尤其是这个橘一蚊子炮当时呢我还是在直播时候拼的，整体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直接拼就行了，咔咔的声音确实挺爽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修学建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提个醒我这一期修学建议并不能代表所有的8814星星臂的一个质量，所以说呢，各位在拼装的时候可以参考着来，但是不要以这个为准，一定要以自己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准，这一点还是要各位自己有一个打算的。那么最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说实话，我的这一款星星臂的问题还真的不算太多，要比之前拼过的一些异端都是好一点的。但是比如关节软、颜色不对、零件松动、飞边塑胶等老生常谈的问题，真的是依旧是存在。当然了，也已经习惯了。综合素质来说也就是一个中等的水平，主要问题都集中在了一端主体和星星臂装备的这两个东西上。至于其他的武器像橘一蚊子炮，还有那些刀，还有其他的武器素质表现，要是高于主体以及星星臂的。并且作为有着大型装备的星星臂红一端，凭借着橘一蚊子炮可以达到一个镇宅的效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不知道最近要拼什么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试。但是事先声明大班的品控向来不一样，所以各位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个数。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 C 哥，我们下期见。